1年前，我跟闺蜜合伙开了家烤鸭店，所幸在我的经营下，生意还不错。辛苦1年下来赚了80万，结果她只分给了我6万。当初不是说好了你出资金，我出手艺，获得的利润对半分吗？怎么就6万？林软软，你搞清楚，这店里的所有开销都是我掏的。你除了站炉子跟钱当摆设，还干了什么？张口就是利润对半，你配吗你？我看着闺蜜此刻略带不屑的脸，很难将1年前央求我和她一起开店的那个人联系在一起。她怕不是忘了，烤鸭的技艺是我外公流传下来的。我气愤地指着手机上的转账记录，当初是你求我开店的，你现在怎么赚了钱就翻脸不认人呢？谁知闺蜜方佑对我翻了个白眼。我怎么不认人了？我都打听过，人家店员1月才3000，我给你的已经够高了，别不要脸。我盯着方佑，沉默了几秒，说我不干了。方佑先是一愣，紧接着就开始斥责我小题大做，直到我走出店门的前一刻，还能听到他在说我不干，有的是人干。我的烤鸭手艺是跟着外公学的，外公年轻的时候在全聚楼干过，学成回来后在县城开了家烤鸭店，所以我不仅会烤，还改良了配方，但凡是我烤出来的鸭皮都酥脆不腻，因此替外公来了不少回头客。而去年的方佑因找不到工作，又知道我有这门手艺，这才求我一起创业当老板。刚开始方佑还会来和我一起照看店面，到后来基本上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操劳。我经常早上天不亮就去市场进货，忙到凌晨才关店。手机铃声响起，唤醒了我的回忆，低头一看是我妈打来的。这时我才想起，今早出门前我还在高兴地跟我妈说今天分红，我保底预计能拿到30万。可如今看着手机屏幕上跳动的字眼，忽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妈。果不其然，电话一接通，我妈就兴高采烈地问我今天咋样。我听着电话里我妈的声音，突然一股委屈涌上心头。我妈见我迟迟不说话，沉默了一瞬，放柔声音。我抬手胡乱地抹了把涌出来的眼泪，说了句没事后就挂断了电话。父母年迈，我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心。夜深风凉，站在风里，我不禁转头回望自己的来时路，忽然觉得自己竟是那样的可笑。既然如此，那我就辞职出来单干。我倒要看看没了我的手艺，他的烤鸭店还能开多久。第二天，我跟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没去店里，而是去见了昨晚连夜约好的店铺房东。我专挑了和方佑店铺在同一条街上的店面，只不过这家位置比较深，平常没什么人光顾。我问房东租金多少钱，房东犹豫了一下，说如果我诚心租的话，给我1万5一月。听到这个价格，我直接傻在了原地。你家店铺租金按月收的？房东摆了下手，说我不懂行。我们这边租金是稍微贵了点儿，但耐不住有财神坐镇啊。就前面那家烤鸭店，你看到了吗？我敢给你保证，只要他家不倒，我们这一整条街的生意都会非常红火。我顺着房东指的方向看过去，不只看到了方佑的店，还破天荒的看到了方佑。想起他那天羞辱我的话，我咬了咬牙，狠心道1万5就1万5，签。房东一听，立刻喜笑颜开的夸我有远见，掏合同的同时又问了我打算开什么店。我说了一句烤鸭，紧接着房东就跟看傻子一样，把我从头到脚的打量了一遍。他劝我换一行，说我比不过那家店。我笑着说自己就是听说那家店红火，心里不服，所以这才专门选择把店开到这条街上。房东见劝不动，走之前最后对我说了句：年轻人功利心不要太重，小心最后血本无归。我没接话，只是收好合同送走了房东。当我站在街上思考该怎么让店铺的门头看上去比方佑家的更吸睛亮眼时，就见方佑直冲冲的朝我走来。他神情高傲地扫了眼我的小店，嗤笑道：居然还真是你！刚才远远看着还以为认错人了，就这么一个破店你也要？你不会真的以为凭你的烤鸭能碾压我的店吧？作为朋友，我劝你别瞎折腾了。有闲钱开店，不如接着老老实实的给我干，省得最后血本无归。跟你干那才叫血本无归，让让，好狗不挡道。我拨开他进店拿手机，开始跟施工的工人打电话。我联系的还是原先的商家，他们都以为是我要开分店，所以答应的很快。方佑站在一旁听着我们的交谈，理直气壮的冲我嚷嚷，说不准我和原先联系的供货商合作，说那是他家的人，让我要点脸。我皱眉问他昨晚下雨是不是没回家，他被我问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指着我的鼻子让我少在这里阴阳怪气。我跟你说正事，你不要转移话题。我头也不抬，继续翻着通讯录。我说的也是正事，脑子进水了就去倒倒，别在我面前发疯。方佑被我这么一怼，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我倒要看看你这破店能坚持多久，别到时候赔光了哭着求我帮你。我跟他说，与其在这里担心我，不如早点找个伙计，别在我营业前倒闭了。方佑黑着脸被我气走。我花了1天的时间打扫卫生，刚收拾好就听到了我爸妈打来的电话，他们不知道我和方佑已经闹掰，还喊我去方佑家吃饭，说他们已经到了，还让我也赶快过去。我听完心脏猛地一跳，放下东西就朝方家赶。开门的是方佑，他一看见我就亲昵地挽住了我的胳膊，跟旁边的人介绍，这是我闺蜜，在我店里帮忙卖烤鸭的。这时我才注意到他家里人很多，我爸正在客厅和方父下棋，旁边有人说方佑这老板当得够意思，庆功宴还请员工来家吃饭。方佑哈哈一笑，只招呼着说。饭桌上一群人不断的在吹捧方佑，夸他头脑灵活，有本事。不知是谁问方佑了一句，你们今年赚那么多，软软你俩关系那么好，肯定也分了不少钱吧？气氛突然安静，就连我爸妈都好奇的看着我们两个。方佑刚准备说话，就被我抢先道，分了6万。我妈骤然抬高了音腔，6万。我说了句对啊，然后伸手按住方佑在
桌下掐我的动作，把他对我说过的话都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原本还在夸方佑的人互相对视一眼都不说话了。率先打破禁忌的是方母，他用长辈的身份压我，说我不懂感恩，明明是他女儿好心带我赚钱，到最后被我反咬一口，甚至连带骂了我父母，说我没家教，我们一家子都是冷心冷肺的白眼狼。我被他这颠倒黑白的能力气到拍桌暴起。你们家怕不是忘了，这烤鸭店是靠着谁的手艺才开起来的？放下碗就骂娘，真是好样的！得了吧你，照你的意思，我姑娘的店没了，你还不能赚了。我没再跟方母废话，而是对着方佑说，不如我们打个赌，我赌你的店活不过半年。方佑气得指着我破口大骂，说我嫉妒他，见不得他过得比我好。我对他翻了个白眼，态度敷衍。啊，对，开业当天，我提前让爸妈去店里帮忙，自己则是故意临近饭点才过去。经过方佑的店铺时，我看他还在店门口立了一个开业满1年的优惠活动立牌，拿优惠引流，好一个伤敌200自损1800。方佑一看到我，立刻开口嘲讽：哟，来了！我还以为你昨晚连夜把招牌撤了，在那个连狗都懒得拐进去的犄角旮旯开什么店？趁早回家洗洗睡得了。我瞥他一眼，你能不能少吃点盐，也不怕自己被咸死？我走到自己的店门口，拉开卷帘门的一刹那，烤鸭的香味争先恐后的从店内涌出，铺满了整条街道。时间1分1秒的过去，就在我被阳光晒得想打瞌睡时，店门口传来一道：“老板，来一只烤鸭。”闻言，我瞬间来了精神，动作熟练的切片打包。等我笑着把烤鸭递出去时，一抬头，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期间，我还看到了不少老顾客的身影，他们问我怎么单开了一家店，还说方佑的店铺换了人，新来的师傅烤出来的鸭子又腥又柴，真是糟蹋东西。我笑笑没说话，反倒是方佑见饭点都快过了自家店，还没上人，急忙让人来我这边打听情况。店员躲在一边看了几眼，回去时脸都是白的。老板，临记烤鸭店门口队都排不下了，全是人。方佑不可置信的从椅子上站起来。你说什么？方佑不可置信的从椅子上站起来，嘴里还嘟囔着这怎么可能呢？明明他的店铺位置这么好。没过几分钟，我就看到他脸色阴冷的出现在了我的店门口。我笑盈盈的送走中午的最后一个顾客，朝他摇了摇手里的出餐票据。紧接着，方佑低头看了眼手机，连瞪我都顾不上，急忙往自己店里赶。我意识到可能是出事了，顺手抓了把瓜子就追了上去。只见方佑的烤鸭店门口围了一圈人，顾客打开包装，展示着手里的那只烤鸭。你们家烤鸭怎么回事？不但这肉又腻又柴，就连毛都没处理干净，搞什么？就这样糊弄顾客是不是？方佑和他新聘的店员就这样被圈在中间，店员不停地跟顾客道歉，说是自己的疏忽。我则是趁乱挤进操作间瞟了一眼，1周都不到，后厨冰柜里原本新鲜的新杀鸭就全变成了半成品，流出来的血水被冻成了冰，粘在冰柜里，埋汰得很，烤炉的温度也不对，有些甚至都被烤糊了。我看了眼那个店员，也不知道方佑是在哪找的这个半吊子，但出乎意料的是，方佑没有发疯，也没有狡辩，只是赔了顾客一笔钱，承诺这种事以后一定不会再次发生。说完，人群散去，他看向我的眼神中也从愤怒多出了几分阴冷。他转身进店，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站在原地，没过多久就收到了我妈说方父要喊我爸下棋喝茶的信息。我唰的抬头看向面前大门紧闭的店面，我让我爸妈找借口拒绝了方家的邀请，自己用最快的速度开车回家。我送你们回老家住段时间，等我处理好这些事情，你们再回来。我爸妈问我怎么了，我就把今天的事情又讲了一遍。方家人知道我家的地址，我怕他们上门找事。我妈听完表示她不走，她不放心留我自己应付那一家子无赖。我求助的把目光投向我爸，最后还是我爸劝他说，他们留在这里只会让我分心。我妈这才勉为其难的答应。我帮着收拾好东西，开车将他们送回了老家。一路上我妈都在说，不如让他们留下，这样就算方家来闹，我也好有个帮手。我咬着唇没说话，实在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其实不只是担心方家来找我爸妈的麻烦，而是怕我爸妈再影响我发挥。错不在我，我并没有很怕，反而私心希望闹得越大越好，这样还能起个号，收获一波线上流量。我妈还在说是我做人太老实，容易吃亏，几度想让我停车回去，这样她好帮我。我没听，还是安安稳稳的把他们送到了老家。直到车在老家门前停下的那一刻，我妈才放弃的叹口气，算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说完，她推门下车。等我爸顺利进去家门后，他猛地从我手里抢过行李，啪嗒一声把我锁在了大门外。我嘴角下意识的抽搐了2下，抬手摸了摸鼻子。我爸给我发了个红包，让我回去路上自己去买点吃的，说我妈正在气头上，等她哄哄再说。我听话的收了，开车回城。因为今天下午鸭场的负责人要和我联系，所以我打开了手机静音。正巧回去的路上又遭到了方佑的电话轰炸，一时分心差点出车祸。我又惊又怒的靠边停车，砰的一声摔上车门，接了电话就破口大骂，你要死啊，你知不知道我刚才差点出车祸，你家鸭子店要倒闭了啊。电话那边的方佑被我的态度震得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过了好久才来了句，我又不知道你在开车，你又没说。我听着他梗着脖子也要理直气壮的态度，简直气笑了。我懒得跟他吵架，让他有事说事，也开始怀疑自己当初怎么会和这种人做朋友。他说他送了我一份礼物，让我注意查收。我心觉不对，立马点开了他发给我的那个链接，是一个视频，位置和我的店面一模一样，甚至说就是我那个店面食客食物中毒跑说法闹事的视频。我声音冷了下来，问你什么意思？随后我听到了他的轻笑，当然是一报还一报啊，你砸了我店的口碑，我又怎么会让你好过呢？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恰好这时我的旁边有人经过，他们也在讨论着食物中毒的那件事，他们的议论更让我意识到食物中毒那件事的传播性远比我想的要严重。不行，上一家店留下的负面影响绝不能落到我头上。我用最快的速度联系了施工队，原先操作间和收银台中间隔了堵
墙。如果想破局，第一步就要先把那堵墙砸了，实现透明化。随后，我又在网上开了个店铺账号，在工人来砸墙之前，先录了条视频，声明自己和上一家店店主没有一点关系。只有声明还不够，我特意带上了相关部门批准核验过的卫生资质报告，并且告诉他们我已经找人砸掉了操作间的隔断墙，主动接受监督。全程我只字不提食物中毒的事情，了解内情的人不用我说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的人看到这条视频也只会觉得我有卫生意识，不至于把负面事件进一步扩大。我在这条视频上投了更多的推流，果不其然，视频一发出去没多久就得到了不少的正面反响，但我没空看，马不停蹄的开车直奔玻璃制造厂。厂里的负责人听说我要给烤鸭店装隔断玻璃，先是诧异的扫了我一眼，又开始夸我觉悟高。不过我可提醒你，烤鸭店得用最优级的8毫米钢化玻璃，如果用的太次，店内温度过高是很容易爆炸的。我点点头表示可以，但是要尽快安装。见我这么爽快，负责人也利落的安排人跟我去店里量面积，说如果尺寸合适，今天就能直接安装。我思考了一下说，我要先问问墙砸的怎么样了。负责人做了个请的手势，我走出办公室的门，只是不等我拨通工人的电话，就又收到了方佑的电话。我本想挂掉，却不小心误触了接听。电话里他恩赐的跟我说他接了个大单，他姐的公司要在店里订购200只烤鸭作为新年福利，定金已经交了，但是他的店目前出不出那么多货，如果我肯帮忙，他就删除下架那条视频。我想也不想拒绝，方佑的话一个字也不能信。紧接着就是方母刻薄尖锐的声音刺进了我的耳朵，他说我是白眼狼，说我不识好歹，不讲义气，说好的合伙开店，居然自己一声不吭的跑了，把烂摊子丢给方佑一个人。他不停的问我对不对，得起方佑对我的好。我闻言心里只觉得可笑，我掐着表，等他骂累了休息喘气的功夫，冷声反问他，你说方佑没亏待我，那好，我给你闺女1年开6万，让你闺女上早4晚11的班，你乐意吗？闻言方母不说话了，我开始细数这1年来我自己一个人扛下的所有，开始质问方佑除了交房租还付出了什么。过了不知多久，方佑来了句不然呢，我花钱雇你来不就是干这个的，你到底在委屈什么？我被他的话气得一口气没上来，差点撅过去。没什么，你说的都对，我没委屈，所以我不干了。说完我狠狠地掐断了电话，把他们的所有联系方式拉黑，站走廊上，我大口喘气，平复了许久才压下自己的怒火。玻璃厂的负责人不知在门口听了多久，等我问完工人转身时，他正一脸同情地看着我，我朝他尴尬一笑，说让他见笑了。负责人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表示感同身受。在我们去店的路上，负责人还在不断地跟我说，他开玻璃厂的时候也是这样，当时说好的和发小合伙，可是当时他们只是一个小厂商，技术工艺都不成熟，生意难做，很难谈来业务。后来他就自己一个人到处学习进修，为了一个小订单，喝酒喝到胃出血，最后厂子的名头好不容易打出去了，眼看生活就要好起来，他的发小却因为染上了赌博，卷走了厂里的所有资金，给他留了一堆烂账，最终是他自己1天3分兼职的扛着，还完了厂里的所有欠债。我听完他的话，替自己和方佑走到今天这一步感到痛心的同时，又带上了几分庆幸，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句，所以说啊，不要和朋友合伙开店。到达店面，我才发现店里面干干净净，砸墙的师傅不仅把活干得很漂亮，还一点建筑垃圾都没留下。我不禁感叹师傅的用心，连忙给他发了个大红包，让他务必收下。再想起当初我和方佑合伙时的艰难，我这时才发现离了他处处都是艳阳天。开业当天，我同时开启了线上直播，店外我雇了一个学生兼职帮我拉客试吃，店内只剩我在烤炉旁忙碌的身影。我将操作间打扫得一尘不染，机器亮的都能反光，所有的资质都挂在店内最显眼的地方，让人一眼就能瞧到。期间我还看到了不少老顾客的身影，他们看到我都很是高兴，老板你可算开业了，我可馋你这一口馋的好几天了，今天给我来2只，我可是为了你的手艺来的。我听他这样说，是发自心底的高兴和感动。看着那几张老面孔，我大手一挥，扬言凡是开业当天捧场的老顾客都将享受买1只送半只的优惠。老顾客顿时一喜，纷纷表示要免费帮我宣传，还有几个给我承诺，就凭老板你这手艺，你放心，如果后期方又找你麻烦，你在群里给我们说一声，我们能帮就帮。我笑着说好。就在我装袋打包时，瞥到了路边人群外的一个身影，是方佑。我的手一顿，紧接着看到他朝我诡异一笑。我把兼职生叫进来帮我出下餐，自己则是出了店门走向方佑。哟，方老板今儿生意不行啊！我看看他那边惨淡的客流，再瞅瞅自家店门口马上就要站不下的顾客，挑衅的冲他笑笑。方佑眼神嫉恨的瞪着我，训斥着我的不道德。方老板可别这么说，我只是个卖鸭子的，在哪卖不是卖啊？倒是方老板的货咋样了？不然你把订单转给我，让我办，反正你也交不出货。闻言，方佑恶狠狠地跟我说，我呸，你想都别想。我无所谓他对我的态度，只放下了一句那你加油，就转身回了店里，盯着他不甘离去的背影，我敛了敛眸。凭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果不其然，没过2天，我店面账号的视频评论区就沦陷了。在我照常直播的某一天，忽然有一堆人涌进我的直播间，骂我忘恩负义、狼心狗肺。我淡淡的扫了眼屏幕，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方佑在搞事情。我没反驳，反而是选择了把事情闹大。我挑了几个骂得最欢的评论回复，那咋
法了，花你钱了，了解过事情的真相吗？你骂我究竟是维护你所谓的正义，还是发泄自己的不如意？你心里清楚，你老板出了多少钱让你来围攻我？我出双倍策反，你行不？说完，我没再管他们被我挑衅的跳脚，直接关了直播。我盘算了下店里剩余的烤鸭，在顾客群里发布了今天情况特殊烤鸭半价的通知，想着早点卖完闭店回家。我很期待方佑接下来会怎么做。还没到家门口，就收到了邻居发来的一条视频，附带信息说：软软，你先别回家，有人把你家围了。点开视频，我挑了挑眉，堵门的不只有方家人，还有几个5大3粗的大老爷们，看样子是来给方佑撑场面的。我家是老式小区，许是觉得楼道狭小施展不开。等我到家时，他们已经换到了楼道口堵我。看热闹的人把那里围得里3层外3层，我都差点没挤进去。方母被我的态度气得踉跄了一下，做事就要晕倒。我急忙捂着心口出声：造谣可以，别碰瓷啊！我心脏不好，别给我吓晕了。你方母指着我，气得脸都青了。我死死地压住唇角的笑意，开始大喘气。方佑见状，连忙拉着他妈往后退，生怕跟我扯上关系，嘴里还不忘问道：你在装什么啊？听他这么说，我腿一软就要往地上躺，被身后的围观群众急忙拖住。风评瞬间改变，行了，少说2句吧。没看人家都什么样，就是说好听点是来商量，说难听点就是黑社会。一群人欺负人家一个小姑娘，要脸不？我配合地发出2声啜泣，擦了擦脸上不存在的泪，声音低弱地说：都是我活该。说我不该再嫌弃自己忙碌了1年，却只从几10万的营业额中拿到6万的分红。说我不该天不亮就开始到点忙碌，熬到凌晨才下班。说我更不该在方家侮辱我父母的时候帮我父母辩解，不该在方佑威胁我的时候录音。说着我就掏出手机，抖着手要删录音。围观的一个大姨看不过去，直接把手机从我手里抢走，当着众人的面点了播放。方佑盛气凌人的声音顿时清晰地传到了在场所有人的耳中。你一个卖烤鸭的，凭什么和我对半分？给你6万已经不少了。随后是方母的声音：阮家那对夫妻窝囊了一辈子，没想到生出的女儿也是这么窝囊，让他干嘛就干嘛，笑死人了。要不说呢，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录音里他们趾高气扬的嘲讽被录得清清楚楚，直到录音完全播放完，现场还是一片静寂。最后不知是谁开了个头，斥责方家说话太过分，方家瞬间从受害者变成了被讨伐的对象。我靠在大姨的怀里，悄悄扭头挑衅的对方又露出了一抹胜利的笑。我本没打算做这么绝，奈何方家欺人太甚，步步紧逼。既然这样，我倒是也不介意顺水推舟，把事情彻底闹大。方佑听着他们的围攻，气急败坏的跺脚：你们到底收了软软多少钱？我一听，强忍着不适，痛心疾首的出声：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难不成我直播间里的那群人就是你花钱雇来的吗？方佑被我对得无话可说，周围人实在看不下去了，看向他们的目光逐渐变成了鄙夷和厌恶。其中有几个站得靠前的看不下去了，直接开口撵人，让方家滚蛋。方佑还想说什么，却被方母拉着，在群众的指责声中灰溜溜的走了。人群散去，我从大姨的怀里起身，对刚才那几个帮我说话的人打了个让他们看手机的手势，我给他们各自发了个小红包，以示感谢。谁知道他们对视了一眼，却都不收。面对我的困惑，大姨打了句哈哈说：吃了你的烤鸭，哪还能收你的钱呢？天不早了，早点回家休息吧。我们也回了。我站在原地无措地捻了下指尖，起风了，可我的心里却是暖的。我拎起铁锨准备上楼，却在2楼看到了我父母的身影。还不等我说话，我妈就先一步抱住了我。我知道他们一定是站在窗边看完了全程。正当我在忧心我的乖乖女形象崩塌时，我爸笑呵呵地来了句：我就说你不用担心，你闺女没你想象的那么善良。我瞬间有些无语。就这样消停地过了1周，再次见到方佑是在我的店门口。这次不同往常，他再也没有了之前的高高在上，反而浑身都透着萎靡。我想装作没看到他，没想到他上来就拉住了我的胳膊，哀求我帮帮他。我从他的话中得知，网上我们对峙的视频被人曝光，他如今成了网友的讨伐对象。曾经他在网上有多无辜，如今被骂的就有多狠，甚至还有网友直接开了他家的户，导致他们一家3口有家难回，只能住宾馆。还说那笔200单的订单因为没按时交货，赔了一大笔违约金。他求我看在之前的情分上，在网上帮他澄清一下。我听着他的痛哭流涕，没说话，只是后退一步，伸手轻轻地推开了他的胳膊。我声音平静地告诉他：方佑，从你父母羞辱我爸妈的时候，你我之间就没有情分了。说完我就打开车门，打算开车回家。方佑听完我的话，崩溃的想要拉着我，拍打我的车门。我锁好车门，怕他出事没有启动。他见我态度冷硬，也从开始的哀求变成了破口大骂。方佑口口声声地指责我说他有今天的下场全是拜我所赐。我听着没争辩，没反驳，只是录下他的谩骂，拨打了报警电话。警察来得很快，方佑被警察带走。我看着他憔悴的面容，最终还是没把录音交给警察，不是原谅，只是不想自己彻底成了毁坏他人生的刽子手。我站在路边，静静地看着他被警察带上车。他看向我的目光里有恨，也有懊悔。我知道那懊悔不是对我感到愧疚，而是对让我成功反击的不甘。但无论如何，我和他的故事都结束了。我打开车门上车，许是被方佑耽搁了一点时间。回家的路上一路绿灯，爸妈在家等我吃饭。现在的我也不会再跟之前一样，日日忙碌到深夜。饭桌上，我对爸妈说，事情都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我打算考察一下，在家的附近开家分店，反正有这群老顾客撑着，生意也不会太落寞。我爸妈同意了我的想法，还说等开业了，他们会帮我看着，让我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曾经方家的店面已经倒闭落灰，这条街的财神
人也早已从方佑变成了我，其实一直都是我。我看着昔日热闹的门店，眼前开始不受控制的泛起回忆。当时的方佑满脸青春，望着这家小店的眼神里也充满了希冀。他背靠收银台，指着这家四方小店跟我说：“软软，等我们赚了钱，就去买一套独属我们2个人的小家，然后一起用你的手艺把我们的店面开遍全国。”我笑着靠在墙上打趣：“你这是怕不是要累死我？”方佑这才后知后觉的哎呀一声，说是自己考虑不周，那我们就开连锁店，让他们拜师学艺，而我们2个只需要坐等收钱，环游世界。想起曾经，我的嘴角也不自觉地挂上了一抹笑。直到马路上的一声车鸣，这才唤醒了我的回忆。我的指尖从台面上轻轻划过，当时只觉得甜蜜，可现在回想才发现处处皆有痕迹。从最初方佑就没有问过我的意见，所以现在也昭示了我们最终崩盘的结局。我还记得前段时间我自己实在忙不过来，便打电话让方佑来看下店，结果他刚推开门的瞬间就满脸嫌恶地退了出去，站在初餐的窗口跟我说话好油啊，我受不了这油腥味，都把我刚做的头发弄臭了，你自己忙吧。说完他转身就走，丝毫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合伙开店前，我不是不知道很多人的情谊都是因为开店反目，但是我总是想着试试吧，万一我和方佑之间是例外，成功走到最后，不仅能让我们的感情加深，还能借此给我们的店面打出更好的口碑。可是现在终究是物是人非，我图一个真心，求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我没想到我的心软最终成了扎向我自己的利刃。想起方家对我的态度和对我父母的羞辱，我不再心软，直接把店里的所有设备都改回了出厂设置，拿走了我所有的东西，重新关好店门的一刹那，我长叹了一口气，抬头望天，20多年的情谊，我送你了。3个月后，我的第2家烤鸭店开业，选址就选在了距离我家附近，走路10分钟就能到。因为方佑的直播，我的牌子也算是彻底打响，总会有外地的食客慕名而来，只为尝一口我的烤鸭。我坚守我的原则，将操作间的隔断设置成玻璃，整家店都擦得锃亮，每有路人经过都会忍不住的朝店里看一眼。方家暗中举报我卫生不达标了好几次，可每次检查人员上门巡查过后，给我的都只有夸奖。为此，我还带着我的店成功上了1次采访。后来在检查人员第5次收到举报之后，他们终于不耐烦了。这一次他们没有通知我，而是直接带着举报人一起来到了我的店内，让方母给他们指出不合格点。方母垂着头，眼神乱瞟，我看着他心虚躲闪的模样，毫不在意的笑着说：“我就知道是你举报的。”检查人员也在旁边催促，说让他把不合格的卫生点指出来。方母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憋出一句：“我就是觉得他家的店太亮了，一个烤鸭店居然连一点油污都没有，指不定使用的什么材料。对不起，是我的错。”检查人员把方母扣在店里，不许走，当着他的面又对我的店检查了一遍，确定没问题之后，教育方母说：“没有证据，不要乱举报，占用公共资源，再有下次，他们就要追究方母的责任了。”方母的脸瞬间成了猪肝色，在众人的注视下，灰溜溜的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只觉得好没意思。检查人员忍不住问我，这是得罪了什么人，反目朋友的家眷。等他们走后，店内恢复了平静。我站在透明的厨房里，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忽然有2个女生闯入了我的视线，其中一个笑容明媚的对我说：“老板，来半只烤鸭。”我看着他们青春的面容，心里触动，忍不住多切了一点。低头打包时，我听到其中一个女生说道：“等我们以后开店赚了大钱，我们就一起买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做一辈子的好闺蜜。”一模一样的话让我忍不住僵在了原地。我心情复杂的把烤鸭递到他们，终究是咽下了那句不要和闺蜜合伙开店，而是笑着对他们说出了祝你们生意兴隆，能早日买到属于自己的那套房子。2个女生听完连忙对我道谢，彼此承诺一定会的。阳光打在他们的背影上，我望着他们互相挽着，双双离去的身影，心里不由得为他们的未来捏了把汗。随后我手机铃声响起，拿起来一看，只有简短的3个字：对不起。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嘴唇不受控制的轻轻颤抖，最终指尖一滑，删掉了那条迟来的道歉。我收起手机，抬头看了眼窗外，夕阳西下，正好落在了对面的玻璃上，反射出了细碎的光。我转身回到烤炉旁，炉门打开，热气扑面而来，金黄透亮的烤鸭挂在架子上，香气四溢。我擦了擦手，拿起刀，手起刀落，1只烤鸭被一分为2，往后的路也只有我自己走。后来我从以往的同学嘴里听到方佑独自一人背着行李去了外地讨生活的消息，他们问我对此有什么感想，我舔了舔唇，最终什么都没说。同学见我不说话，追问道：“你不恨他吗？”我认真的想了想，说：“恨过了，也结束了。”第2家店开业半年后，生意比我预想的更加火热，每天中午不到，店里的烤鸭就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我爸妈退休后没事干，也会主动来帮我招呼客人，而我就是在2家店来回转悠。直到这天下午，我查完2家店的余货，刚打算闭店休息半天，店门口就来了个年轻人，看着有20出头的样子，衣服洗得发白，站在门口踌躇了好一会，见我看向他，才小心翼翼地走过来。我放下手里的抹布，问他有什么事。他穿着朴素，欲言又止的模样，让我下意识觉得他不是来买烤鸭的。果然，他张了张口问我还有烤鸭吗？我摇头说卖完了。他哦了一声，随后又问：“那你们收学徒吗？”我沉默地多看了他2眼。他皮肤黢黑，手上带有薄茧，看着像是同行。见我打量他，他慌张地解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尝过你的烤鸭，觉得好吃，所以想来学个手艺。”他的头上已经有了汗珠。我抬头看了眼天上的太阳，推开了店门，进来说吧。我先是问了他的名字，他告诉我他叫周远，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所以只能出来打工。我默了下说：“我这里不叫学徒，但我需要一个帮工，1月4000包吃，干满3个月，如果你还想学，我再教你。”周远愣住了，不敢相信地问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我点了头，带身份证了吗？我要确保你已经成年。他连忙把身份证从口袋里掏出来，我接过来时，他手都是抖的。我看了一眼，确定没问题后，跟他说明天早上7点到店。周远对我一连说
说了好几个谢谢，就连转身出店时都差点被门槛绊倒。我妈在后面听了半天，等他走远才过来问我是不是真打算带他。我搓了下指尖说看看再说。第二天我早上5点半来开店门时，隐约瞥见门口有个人影，起初我还被吓了一跳，等我一走近认出来那人是周远。我皱了下眉，不是说7点吗？怎么来的这么早？他局促地捏了下衣角，解释说是他睡不着，就提前过来了。我看着他手背上的红痕和眼底的乌青，没说话，只跟他说了句进来吧。我带他来到了后厨，我本以为他会嫌弃处理鸭子埋汰，但周远出乎意料的能干，动作娴熟的不像是第一次上手。3个月内，周远态度谦逊认真，哪怕我故意找茬，想看看他的心性，都被他很平静冷淡的接下。就连我妈从起初的对他看不顺眼，到现在的赞赏，只夸这小伙子是个好苗子。这天，我正盯着他的背影出神，突然就想起了外公的话，如果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将自己的手艺传承发扬出去就好了。可惜啊，老头子我没本事，而我家的软以后可是要做办公室的，不能一辈子困在油屋里，可惜啊！我想得出神，看着周远，突然就起了替外公完成传承的想法。等他送走客人，我叫了他的名字，问他愿不愿意这3个月干得怎么样，还愿不愿意继续困在这一方油烟里。谁知他沉默了一下，语气认真的跟我说，我从不认为我是被困在了这方油烟里，反而是老板和油烟收留了我。他的话让我愣了好一会，我从未想过自己有天会听到这个说法。我让他明天和我一起去货场选鸭，随即又发信息偷偷联系货场，让老板明天故意上一批价格便宜的次货供他挑选，我倒要看看他会怎么选择。我坐在旁边和老板喝茶聊天，周远被带走挑货，没过一会他就拐了回来，问我说师傅，您之前一直都是在这个货场拿货的吗？今天这批货质量太烂了，我们能不能换个货场？我和老板对视一眼，故作惊讶地问他货烂，他立刻气愤填膺地跟我讲述那批货的缺点。我瞥了眼货场老板噗的一声吐出嘴里的瓜子皮说，嫌烂就加价啊，不过你们老板就交了那么多钱，再说了我那鸭子又没病没死，不影响都一样的。周远气得张嘴就和老板理论，还嚷嚷着要他退款换家货场订货。我打着圆场说老板不地道，老板也打着哈哈说给他换批好货来，这事儿才算解决。买好了鸭，刚出货场，周远就问我刚才是不是故意的，我没否认，问他是什么时候看穿的。他跟我说自己也是刚反应过来，如果货的质量真的不好，我也不会一直在他家订货。我拍了拍他的肩，告诉他临记主打的就是口碑，任何时候都不能昧良心做生意。3年后，我早已不用天天去店，我的品牌也靠着一家连锁店在全国各地站稳了脚跟。我和周远一步一脚印的把临记从小门店做成了上市品牌。在一次采访上，记者问我临记明明是家烤鸭店，但为什么会有如今的规模时，我老实回答说自己刚开始只是因为想赌一口气，但后来我想起了外公的遗愿，想靠着更多的人把这门手艺传承发展下去，而且有我在，有临记在，整个食品行业的标准和要求也都会得到一些提升。商家如果想和临记抢生意，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服务和质量，时刻的安全也会得到保证。我一回答完，台下就响起了惊雷般的掌声，我望着台下赞赏崇拜的眼神，冲他们深深举了个躬。我从来没想过要感动谁，只是觉得这样做是对的，但幸好最后的结果告诉我，我做的一切也是对的。采访结束，周远告诉我说，线下有些门店仗着偏远，总部抽查不到，品控有些下降，所以他打算亲自出差走一遭。我同意了，同时看着他，我又想起了我的外公，我想如果外公还在，他也一定很开心，而外公教给我的不只是烤鸭，还有责任。